好，我是林轩，我是福全，欢迎收看《前线开讲》。学期的舞台，同样的两边阵营，我们本来应该是把对错摆两旁，然后福全放中间，然后由你林轩跟友谊来带队的。可是今天友谊跑到哪里去了呢？没错，友谊呢最近有异常，所以呢友谊就在一个异常的地方呢，在收看着我们的前线开讲。不过没有关系啊，虽然友谊不在呢，我跟福全还是会各自代表一方的阵营跟观点。我们今天要谈的课题就是用外形牟利，你能够接受吗？所以我们这边呢是不支持用外形牟利的。我这边是赞成用外形牟利的。哦。话不多说，我们现在有请我们这边的第一位嘉宾来上场，来发表他们的感想跟这个观点。Hello， 哇哦 everybody， 好漂亮！赢了 OK， 等一下，我有一段哦，我要再看一下 ，sorry。对，因为脑袋可能有的时候。Hello， 大家好，我是黑子张颖双。那我当然是支持用外形谋福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天公赏饭吃，为何不吃啊？你看看我们家 Kelly 啊，长得这么可爱，你以为他想要的吗？不是啊。再看看我们家 Jasper， 这个某个角度是完美无瑕的，你以为他想要的吗？我反对，我反对。对，生下来就是如此，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天公赏饭吃，就敢的吃，因为呢。为己谋福利，不伤天害理，对得起自己，因为你美丽。赢了！好有才华。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nley 中文名叫苏世贤我是不赞成用这个外形来做牟利因为我们生出来我们是自治权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机会跟技能，然后创出一片天地然后我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脑袋我们的智商，最重要的是用我们的人品来打动每个人的心，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说得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Keynes。那我想问你们，为什么天生聪明、有音乐才华、有运动细胞特别强的人，他们就可以用他们的优势在生活里乘风破浪？那天生长得好看的人就不能呢？为什么？不公平嘛，对不对？今天你可以讲可能聪明的人他们需要很努力，但是其实长得好看的人也需要努力啊。长得好看的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会胖，也会老，他们还是需要靠运动，还需要靠饮食控制来维持他们的颜值跟身材啊。那你们学习是努力，他们运动跟维持身材就不是努力吗？觉得这样公平吗？而且聪明的人，他们可以考上好的学校，有份好的工作，他们可以在人生中有荣华富贵。那我们笨的人，像我这样很笨的人，就注定穷死吗？怎么可能？我不认识你笨，最聪明，你很聪明。老天爷给你一手好牌，你为什么要打烂牌呢？说不太好了，谢谢。双天至尊。大家好，我是肖欣妮。为什么今天我会站在不接受靠外形谋福利呢？就是因为我不单单只有外形，我还靠很多的努力。如果只单靠外形，像你说的话，那我根本就不用做任何努力啦。所以我其实是靠努力以及靠人品。网上有一句话是说，始于颜值，忠于才华，然后陷于人品。我相信在这社会，大家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刚才你们前两位说的都是靠口才以及饶舌，这些都是才华。刚刚能说的那么棒，你没有站上来就在那边摆 pose 没有啊？你说了一大堆，那你靠的是口才。谢谢各位，我相信你。我就是左边看像彭于晏，右边看像王大陆，后面看像 Jasper 的 Jasper 赖宇安，来，大家，我问你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你现在你的银行有100万，你会拿来用吗？会，对不对？你用的每一毛每一块钱，你会觉得心虚吗？不会，对不对？如果你用这个钱来钱滚钱去做生意，赚了更多的钱，你会讲我很聪明吗？会。但如果同样的，今天我有颜值，我拿来用，你会讲我肤浅，还是你会讲我聪明呢？聪明嘛，
啊，对不对聪明？你再看我的脸，再看我队长的脸，哪个脸你会看比较久呢？队当然长，是队长嘛，对不对？因为呢，每个人都喜欢看好看的东西。这次我还是挺你的，嗯因为对你的脸让我非常印象深刻，非常的独特，所以你还是可以用你的脸吃饭的。对，所以呢，你看我就是一个天生就是在没有靠颜值的一个人，所以我知道颜值是多么的重要。对了，所以，Ladies and Gentlemen，支持我们这一组，保证没错，加油！我是易凯 Aaron。其实我觉得没有人是完全就是使用外形来牟利的，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原则上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拿这个外形跟那种很硬核的这种思维实力来对比的时候呢，哪一个对个人更加有价值、更加有保障？如果你没有外形的话，那怎么办呢？如果一个人可能说他的这个思维能力或者这个学历不高，可以勤能补拙，可以去提升自己，那外形我们要怎么提升？去整容吗？像我这样，如果我要去整容，那我需要钱啊。如果我没钱怎么办？我怎么提升我自己？我怎么去跟人家竞争？所以从一个社会角度来说，这样子的话呢，那些天生不好看、那些没有钱的人，那不是让他们完全没希望了吗？就被社会遗弃糟蹋吗？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从原则上支持这种真实的实力，不是以外形来牟利。谢谢大家，谢谢一凯。一白遮三丑，一胖毁所有，这是一句非常残忍的话，但是呢，它是有它的真实性的，所以我也学会了去接受。再来，我们看这个用外形牟利，它的定义它其实不代表说关乎情色，也不代表说我们不用脑子、不用努力，而是简单的说，你的外形和你赚钱的门道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比如演员、模特儿、网红、健身教练等等。美国就有研究显示好看的 CEO 能为股东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好看的员工在雇主的眼里，他们的这个自信心要比一般人高。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光环效应。哇，老板请我做工，老板请我做工。这个人外形优越我们很自然的觉得说他的能力应该也不会太差，他是值得信赖的，他是工作能力强的，他是聪明有智慧的。不是，谢谢。是我非常知道，所以我们应该呢要继续一起努力健身，我们应该要积极的生活，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外形的光彩，大家一起飞黄腾达吧！耶！大家好，我是林轩。该不该靠颜值或者靠身材来牟利呢？我觉得你们有没有试过在戏院里面看戏？就是如果第一排的人都站起来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后面每一排人都要站起来，太辛苦了。你的颜值可能生来不好，对不对？你指我干嘛？但是可以去整容嘛，大哥。牵我。你整完之后就是他整，他整完之后就是他整，他整完之后就是他整，每个人都要去整容，这个世界太辛苦了，干嘛要这样呢？最后的最后，我想说，请大家看这里，这是一张我每天早上醒来都想把它锁进保险柜藏起来的危险的颜值，就是这样的一张颜值，都在努力的奋斗。在看电视的你，在看网络视频的你，还有什么资格不努力呢？我是林轩，耶！我自己本身觉得我可以接受，怎么在别人的面前怎么表现自己，给人家看得比较顺眼，第一印象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是挺重要的。我们不应该用外表来表示一个人的成绩，如果没有伤害到别人，应该是能接受了。我觉得没有一个工作是可以纯靠外形来牟利，并且可以持续很久的，所以我不太能接受。每个人都要赚钱吗？你怎么样赚钱赚就好咯。如果你要用你的外表赚也可以哦。我觉得只要不侵犯自己的尊严，我觉得那是 OK 的。可是我本身是不会啦。因为我觉得我的外表不够好看。长得漂亮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我不会说觉得不公平吧。我觉得这个世界说老实话就是这样，只是一个很看脸的世界。你长得漂亮的话，别人通常从小也会
多一点善意了。其实我刚刚看最后那个女生的分享，她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看脸的世界。是的，对，我觉得这个世界哈，有的时候会不会跟该不该是两码事。没错，就是这个世界可能该朝向一个方向，但是它就是没有朝那个方向去。比如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可是我们就该任由它去看脸吗？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我觉得看脸是天生的，就是很像孔雀嘛，他们也是会开屏，然后也是来吸引对方，但是本来就是我们作为动物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所以我们的社会会朝这个方向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是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就是我们可以摒弃那些动物的本性，比如我们不会不穿衣服在路上走，我们不会随便抓到一个异性就跟他做快乐的事情。这是人之所以为人啊！但是我觉得这是物竞天择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到了人类，我们其实一直摆脱不掉的，还是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印象的一个东西。你为什么要走回兽性呢？但是你就是个人类啊！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啦，我反而非常佩服第一位年轻人，还有最后一位小妹，他们其实年纪轻轻就已经看懂了这个世界的定律。他们说这是看脸的世界。刚才你们有提到说整形等等，其实我们在讲外形的时候，也不再鼓吹人家去整形，反而是说打个比方，不是，现在很多人整形对，但是打个比方，对啊，这是他们要的啊，是不关我的事啊。打个比方，你今天要去面试一份新的工作，你会先理个头发，然后把衣服烫好来，可能当天先剃个胡须，这都是你在打理你的这个第一印象的分数是重不重要的？是重要的，对吗？是，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健身教练我今天是努力锻炼自己啊，我勤奋的去录一些健身的视频，为了就是要吸引眼球，可能提高我去找到这个新顾客的这个可能性，这也没有错吧？我觉得如果刚刚提到面试的话，就好像打比方说，一个人打理得非常整齐，然后去跟你面试说，我今天想要应征这份工作，但是他却从头到尾没讲的一个理论出来。但另外一个可能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出去，就以自己的人品跟自己的学历去代表一切的话，我肯定是聘请那一位。对，所以我们说外形只是第一关，第二关要靠你自己的努力。他说谁说有了外形就不可以有努力？对呀，因为我们今天的课题就是用外形来谋利，并不应该。没有说用外形不努力，对呀，不应该。而且没有讲用外形而已啊。你要有其他的东西啊，这不是一个很就是表面层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我有啊，就我个人的一个，可能他不对，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其貌不扬，但他有能力，我觉得他当然很好了哈。但如果一个人过度美丽，他没什么能力啊，我会给他减分哎。就是我觉得美貌有的时候不光都是优势，还会给你减分呢，你们不觉得吗？对啊，有时候什么叫花瓶嘛？对啊，摆在那边。对啊，对啊。你说没有什么错，可是他没有实力，就会让人家觉得他不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观点。如果你有颜值，你颜值高的话，你就站上了先锋，你就站上了优势。那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那如果我没有颜值，我生来没有颜值怎么办？那你看看，参考一下 Jasper， 参考一下我，非常的成功，你今天龅牙菇什么样样来。对，所以我努力了很久。你看，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很帅的。搞不好我3年我就红了，冰冰冰冰。我今天要靠8年呢，我才红到不清不楚一点点。那你很红啊，很好而已，还好而已。13万追随者，非常同意 Jasper。你看我这副身材是天生就是这样子的吗？我还是要经过我的努力，我要去规划我的训练，我要去控制我的饮食。我要讲一下花瓶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是花瓶的话，那就让他当花瓶，因为反正我们这么多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不同的角色。他可能长得非常漂亮，他就是不聪明，就是什么都没有才华，都没有什么，那你就让他当花瓶啊。又没有妨碍到你，为什么要给人家减分？那现在问题就是你当花瓶可以当多久？你这个牟利，这个可以牟利长远吗？但是我们花瓶可以人人代替，但是我们的会做人或有实力，里头有花的花瓶，大家会更喜欢。然后人会老。我们的话题不是可以牟利多久，你只要谋一个利也算是在牟利啊。那你要知道花瓶可以比较啊，会有比你更漂亮的花瓶啊。世界上不可能比漂亮的。好了，经常有各花入各眼，花瓶容易碎了，但是它在完好无损的期间，它就是美美的花瓶也不错。对啊，我想举个例子，像我认识一位网红，我自认为他
真的还蛮花瓶的，不过她颜值超高，说名字身材超好，是谁谁不会讲？我有小本本，你想写下来，你写下来。我的好朋友接受外形啊 Jasper， 他靠不是啦，你讲 Kelly 啊？不是，你讲我想举的例子就是这位网红，他颜值超高，身材超好，可是我跟他私底下交流过的时候，我发现你真的没什么脑哎。但是呢 ，for the longest time，OK， 他在 IG 有种种的代言、种种的业配等等等的，我看他的收入呢，真的1个月加起来可能比我们6个人的还要多。业配样样来，所以我能说他是错的吗？他虽然没有脑袋，不过他用他的颜值来谋福利，他还是有精心设计要用什么样的内容给什么样的顾客。呈现在自己的 IG 上，这也是一种努力啊。所以总结起来，这一位网红有错吗？没有错。可以不可以做得更好？可以，但他没有错。对啊。如果只能让你选一个，好，就是容貌跟这种思维的这种能力非常高，你只能选一个，那你会选哪一个？我选容貌。因为傻子有傻福。你的回答哇非常的快，但是我看到你旁边那2个队友犹豫了，是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我思想过后的思考过后的答案。突然间有脑。是我们不是每次没有经过大脑就讲话的。凯莉可以退了，凯莉。没有，我回答的快是因为我被问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刚开始我是讲我要有就是有那个。智商，但是我觉得说，其实如果我有容貌，大家对我好，我也笨笨的，我也是没有去想这么多，其实你也是会过得很快乐啊，对不对？英文有一句话 ，ignorance is bliss 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傻过一辈子也不错啊。但我觉得反方每次都会用这样子的假设性的问题来希望把我们堵住。为什么这世界一定要2选1呢？对，我们这世界可以2者都拥有的嘛，鱼与熊掌2个都可以要有的嘛，对不对？对啊。为什么我到底哪一个东西是对你来说，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没有关系的，即便你颜值高，你后天的努力，你多读点书，你还是可以让自己的思维进步。那如果你生下来呢，就是比较不好看的话，杨丞琳不是有一首歌吗？没有那么漂亮，就更用心化妆。什么？就是这样子的，是他的一首歌，有这首歌，有一点，对不对？我觉得你后天你在学习如何化妆，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美，保养一下，这也是可以的啊，2者都可以得到的。你看，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很好看的人，对不对？我就可以勾引一个比我聪明的人，我跟他结婚，哇哦，去 run 我的 company， 我做好我的花瓶，你不觉得我更聪明吗？对呀，非常聪明。为什么一定要用脑呢？我是要借用人家的脑来帮我做工，我才是聪明的嘛。太棒了！是，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前线开讲就讲到今天了，拜拜。但我只想说，你即使去找到一个有钱人，然后他来帮你做你所有生意，就因为他只爱你的样貌的话，那个东西并不会长久，因为他也会爱上另外一个样貌很好看，甚至审美会过时。这个时候可能流行你这个样貌，下一个时代就流行另外一个样貌，那你要怎么去取代那一个时代的？没关系，我找的不是爱情，我找的是钱。我离婚的话，他把一半的钱给我，我什么都不用做，我都比你们前面3位加起来更有钱。我是不是比你们聪明？不可否认，对不起，我不同意这个这一点。而且我想问世贤有孩子了哈，你会让你的孩子更多的时间在颜值上，还是希望他们多读点书？多读点书，然后提升自己的那个教养。为什么？如果裴泽是你的孩子的话，有一天他说他要去整容，你 OK 吗？他长得还不错啦，不用整容了。什么叫不错？漂亮好吗？我有老婆，我要瘦一下，知道吗？现在你儿子是隔壁那个，就很帅啊，差了一点。我看你讲什么？也不用去整容。其实他天生还 OK，可是他很想整哦，他很想整。爸爸，我要整容。不用整，爸爸送你上补习课，补你的中文啊，因为爸爸的中文原来不好，你补中文、补英文什么都可以啊。想问的是，如果你们这一组的有了孩子的话，你们会希望他花时间在外形上吗？还是希望多去看世界、多读书这些东西？我希望他看世界，但是我也要我孩子去注重一下你的外表，就是你不一定要去很着迷，就是我要化妆，我要最新款的衣服，但是至少你要做的是 presentable， 你要干干净净的，不要邋里邋遢的，非常干净。对啊，所以这样子也是在注重自己的外貌啊，也是在用外貌。但今天他跟你说，妈妈，如果我今天假如是一个女生，如果今天我露出我的半球的话，就可以多2000个 follower。
可以吗？2000这是可以，我是一个我在我眼里，这是你的生，虽然是我把你生下来的，如果今天你觉得这是你的尺度，你要把你的那边美露出来，你就露啊，就是不要犯法就好了。我完全同意 Kelly 的看法。就算是我的女儿，她有一天跟我说：“妈妈，我想走这样子的路线。”我会问她说：“你思考清楚了吗？对，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吗？只要你不犯法，只要你开心，你快乐，我 OK。所以只要不犯法就可以做。对。可是我会就是让她知道，她做这样的事情后果是什么，她可以承受这样子的后果吗？这后果会给她快乐吗？对，你觉得会给她快乐吗？我觉得会不会给他快乐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自己要快乐。对，这个妈妈太好了。对，你们说的是接受的话，为什么你还要问他要不要思考？对啊，要不要去认真的思考一下？他是我的孩子啊，身为妈妈，身为一个母亲，我务必告诉他，你做这样子的事情后果是什么。就像他考哪一所大学，他报哪一份工作，我都是要好好的跟他说清楚。那如果他今天说妈妈，我决定全脱了。我觉得我们讲的是颜值，是你表面，我们走的不是身材，或者是说露多少。是，如果今天的话题是说你去露3点去谋福利，应不应该？那我就坐在对面了。不应该，我会坐在对面。对。那今天如果我们只是纯粹的讲说用外形，是好好的打扮你自己。如果这一个人是靠外形去谋福利的，有没有错？我跟你说，他没有错。没有错啊。我打个比方就好了，我真的不是一个典型的帅哥了哈。是啊。那我没不要，我讲啊。继续来，下一位。我不是一个典型的帅哥。那有时候我会带比我好看的朋友一起去参加 event。OK。那这个朋友他可能不是圈内的。那有时候我带他去参加 event 的时候，别的导演啊、制作人啊，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就看我的朋友了，然后就问他：你有没有兴趣拍戏？你有没有兴趣做这个做那个？我就会我是那个努力了10多年的，这个是不想进演艺圈的。为什么他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人家会给他这个机会？而我就在旁边变成一个 PA 嘞。我会觉得这世上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对你这个看法。那你不可以讲说他错？他没有错的，对吗？那我能够做的东西是什么？我只能够比别人更努力。对。然后呢，好好的做自己。那可是我还是站在这一边呢，就讲说他有错吗？没错，你朋友也没错啊，他帅也不是他想的。我也只能想要做一个给你拍一个肩膀而已，非常难过。真的 sad。哇 ，Jasmine， 你现在如此成功，都是因为你这些人生经验，就好像男人王的成功，就是因为你遭遇了太多的不公平，导致于你有这样子的才华，想要去展现自己，所以你更应该过来我们这里说不接受靠外形，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啊，你靠的就是才华，你靠的是内在。不要讲，他还是有靠外形的，他还是有靠外形的。他是有的。你就是不接受哦，没有外形谋利，没有外形不代表是好看的外形，你外形也是可以奇奇怪怪，也是可以谋福利啊，对吧？没有，问问他塑造的角色，对他塑造的角色也是凭外形让他比较印象深刻的，对吗？因为我用脑。没有，来了，我不比人家帅，我就要比人家丑。好像越来越靠近这边哦。而且他的个性，我还你给我坐着，你坐着。有嘉宾，我敢打包票，他是漂亮或者是帅气。对，你不信你就等着看。你看他的外形就知道他很有本钱。制作团队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好，来，欢迎 DJ Sakura， 音乐。很漂亮，我想请你走个台步。怎么走个台步？让前面的这位2位嘉宾也看得清楚一下。 DJ 我要。这个身材不符合我。干嘛？要去人体工学，对，不符合人体工学吧？这个身材。对，哇，身材也太好。请问你全身上下都是真的吗？身体是真的，可是脸我做过，就是打针、打 Botox、filler 这些都有做。所以你的胸是真的。胸是真的。星座是什么？你觉得你需要有这个外形的成分，扮演多少的角色呢？我本身是 DJ， 也是 cosplayer， 我是有 live stream 这些的，所以应该80%靠外形吧？你会说吗？ Yes。
哦，你看到大家现在在屏幕上面放的就是刚刚说摆 Sakura 在打碟的时候穿的一些服装。因为当你做表演的工作，当你做 cosplay 的工作，老实说，第一个东西 that people will notice you is your looks. You got the look presentable. Of course. You cannot look sloppy. 对，完全。刚刚问你说从事什么行业的时候，你说 DJ 嘛？对，那你觉得你作为 DJ 最棒的一点是靠外形，还是靠你打碟的功力？我觉得当你上台，当没有人认识你的时候，第一个东西人家看到总是外表。是。所以我自己也承认，女 DJ 真的会有一个 advantage。可是后面的时候 ，if you want people to keep coming for your shows, you got to be good。因为如果你没有才华，你音乐乱放这些，没有人会一直来的。你的 IG 有多少 follower？ 441万个追随者啊，40万加哦。里面男生多还是女生多？男生多。那你觉得你在给自己设定路线的时候的那个路线是什么样子？性感？性感路线。会 message 你，然后跟你讲。对，很多很奇怪的人，所以我会。如果那种很奇怪的人，就是还是变态这些，我会直接 block， 还是不管他们啊，因为你越骂他们，他们会越开心。真的，他们会越开心，就不要给他们那个 attention。所以我觉得今天找到 DJ Sakura 真的是替我们这一组占了很大的优势。对，他有很高的这个颜值，当然身材也好，又有实力。所以 DJ Sakura 刚刚也说了，所有的人看他第一眼就是先看外貌。这个外形已经替他谋到了第一步的福利，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就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了。所以你会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简讯，然后那让你觉得不舒服。可是有些人他们会说你拍这种照片，你活该会收到这种东西。不晓得你怎么应该会对后，可能有些人会，你怎么看这样一些言论？I feel it's all about respect. Even if a person is not wearing clothes, as a male or female, you shouldn't harass them. 不应该性骚扰这些啊，就是基本的一个人格都不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真的。那有没有人会说，如果你这些东西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就不要拍这种照片啊？你拍这种照片，那你就不要抱怨。But this is sexual harassment already. So 讲真的也不是合法的吧？对啊，他没有办法控制别人要发什么样的简讯给他，但他不需要控制自己要抛出的内容，因为是他自己的选择。对啊，这种内容，比如说我家有小孩嘛，以后如果他们在网上做人有一天看，身材不错，哇，又露了很多 strawberry， 可以看很多东西啊。然后他们自己的想象力越想越乱，然后自己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是你孩子的事，不是他的事啊。其实 Sakura 说，他们发来的短讯，我觉得或者是照片，或者是视频，其实都带有一点性骚扰的意思。不管你的意思是，不管自己脱不脱，你都应该给予我尊重。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展现，或者是过度的展现，其实对于其他人也算是一种性骚扰呢？但是有 guidelines 啊。Yeah, there's a guideline. So always follow the Instagram guideline and the country rules, basically.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如果你要去银行取100万元的话，cash， 你会带一个透明的包包吗？会。真的会啊！我跟你去，这就是问题。你大可以说，我带透明的包包是我的自由。可是如果今天你真的做这种事情的话，我说你是个白痴。我不同意带透明包包啊。你可以在网络上发暴露的照片，但是我觉得你发这样的事情是有代价的，有代价有。你要知道会付出代价的。那么你明知道会付出代价，你还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说对不起。其实我有点同意林轩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你要做出某些动作或者某些事情，那你就要接受暴露的照片呢。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可能稍微就是讲一些不太正经的话，你就I'm so offended。我觉得不应该啦，就是我觉得你也是应该就是用平常心，你知道自己的照片会引起这些注意，你是说不去理他们就好。对，就是这样。How about how you control and make things work to your advantage instead of getting bothered by all the online comments? I mean the hate comments. 对，它是一个双刃剑来的嘛，他做什么事情，他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说，他今天选择露一点性感，可是他其实是头脑是有计算的，他有一个 risk 的。他的 risk 就是他可能会收到这些骚扰的信，他的好处是可能他会带来一堆的盈利。对，可是如果今天我是去银行拿100万出来，我带一个透明包包，他对我是没有好处的。对，那就是你空抗，那就是你空抗。所以我们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因为我拿一个透明包包，它的 risk 是大过于我的利的，根本没有好处在。可是我们还是 cannot forget the fact that there is 社会的一个影响，就是年轻的一辈会讲我们比较成年的，然后可是这不是他的责任，对啊，可是这个是
after you finish school, you graduate after school, everything is based on life. So what you see online, 你在 I'm so sorry, but this is up to parents and educators and teachers to respect that and educate your child, your students. 姐姐的火来了，我对不对？ feel 到姐姐的火来了。倒数第二个问题是有男朋友吗有男朋友啊。 ？OK， 最后一个是老公了吗？还是男朋友？有男朋友。 OK，另外一半怎么看这样子的剖图？对，哦，我男朋友也是一个 DJ， 所以我是同事的没有问他时候认识的职业了，的。对，他怎么看这样子的？他 OK，就是我做的东西我都会让他知道，然后我们都会讨论这些的，就是要先 respect 他跟身边的人啊，真的。他的照片都是男朋友帮他拍的，类似这样子。我其实有一个女摄影师，因为我觉得比较安全。对，我不要随便跟人家。但是男友非常支持你的这些工作。男朋友知道，就是全部的东西他都知道。你讲知道，可是他支不支持？支持，支持。那你请问你发每一张照片之前，你会发给他吗？说你的这个哦，我会啊。filter 啊，你看。那他有曾经说不可以过吗 ？OK， 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有在做 photo shoot 这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讨论 the things that he's comfortable at or the things that I'm comfortable with, also to make sure it's good for me 嘛。如果男朋友说亲爱的我不想你拍这些了，你选他还是选照片？对。比如说他跟你说要结婚了，然后你不要这样。啊，结婚了我其实不要这样了。为什么？所以因为年轻我要赚钱。啊，你看，就是年薪是本钱啊，头脑，这就是头脑。对，有利用他的外形来替自己在现阶段谋福利。因为他知道在这一个阶段，他能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外形去赚取更多的钱，这样子等到他人老珠黄的时候，真的，有一天也总会到那个时候的嘛，对不对？他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可以享福了，或者他就可以开始用脑。那太棒了。那感他现在还是他其实更希望对不想用外形牟利，但是现在是一个好机会，所以长远来说可能我喜欢啊，可是 looks won't last forever。对，可能我比较现实，你老了用不到，真的。But what lasts forever? We're not talking about forever。我们今天的话题只针对话题啊，并不是对于 Sakura 的本人有任何。我觉得 Sakura 你很棒，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我 follow 你。我本身比较保守啊，所以OnlyFans这种东西我不可以接受，我宁愿做一些比较正当，我觉得比较正当的事业，赚更多钱。不太认同，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容易被取代的行业，你会慢慢的老去，但是永远会有人18岁，所以比较赚钱的方式应该是用头脑吧。他们最赚钱的只是 top few percent， 所以大部分人只是在赚小钱而已。我觉得要有设立一些 boundaries， 就是要尊敬自己，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要为自己负责。可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因为它毕竟是网上的东西，就可能小孩子，因为现在很多12、13岁就已经自己有可能 Instagram 的账户，他们就可能就是觉得这也是个安全的网站吧，他们就可能会点进去，然后就从中，我是比较担心安全的问题啦。可是如果你是说他自己是内容创作者的话，我是觉得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做主啦，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意见。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作为一个 celebrity 啊，你会不会觉得说自己的言行、你照片举止是有社会责任的？当然，我都会想要确保说，我 PO 的现实动态，我所发的标题，它都是有正能量的，可以正面的影响 follow 我的人。因为对内容创作者来讲的话，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180%的去满足每一个来看我们 content 的人。有时候我可能拍我的我的腿、我的 feet， 有些人可能有 foot fetish。Oh my god！ 对对，这很难控制，你不可能控制的。我今天去游泳池拍个穿泳裤的照片，但我在游泳池啊，我当然是穿泳裤，穿一个西装去游泳啊。但是我拍了之后，可能别人觉得说，哎呀，很羡慕我的身材，或者说，看到我的这样子的身形，需要去努力去锻炼，还是什么，不论是好坏，我觉得是他的一个决定。对啊，因为你优雅，因为有些人的动作不优雅，就。那优雅又是什么定义是在哪里？对呀，没有定义。穿着旗袍，拿着筷子这样吃的优雅吗？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投票，或者是你个人赞不赞同，或者是大家这个现在8个人里面有多少人觉得这个尺度是 OK 不 OK， 这就是社会的标准。如果你说你以自己的标准去定义来的话，那就不公平了，你明白吗？因为你不能说我觉得 OK 就是 OK。所以我们才有法律，所以我们才有 Facebook 的 guideline。如果你本身做出一些你觉得说，它是违反的，
那可是你大大声的讲说，我喜欢啊，我做好，那法律就来了嘛。但是有一些东西不仅是法律的问题，比如说她有一个女性满18岁，她可以开一个 OnlyFans account， 就是法律上没问题嘛，对吧？就是她18岁，但是她的长相非常像一个13、14岁的一个小女生，然后她合法，但她就穿得很性感，整个容貌就是那种非常小女生，但是穿得非常未成年的，她没犯法，但是这样子的这东西会引起就给很多那些男性看了过后，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哎不应该，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说，哇。这太爽了！这个是一个 supply 跟 demand 的东西吧？它其实如果就是我们就可以说，其实是有这个 demand 的，但如果我们终止了这个 supply， 那不是没问题了吗？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观点是说，做出某一个程度上，为什么暴露到某一个程度上的那一个会引起别人的遐想，或造成或你自己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其实就是因为你过了大家的那个尺度，我们都有那个尺度，对不对？我觉得比起过了那个尺度，更让我担心的是，当所有人都过了尺度很久，但没有人觉得过了尺度。我觉得当这个社会是一个可以靠外形来牟利的时候，所有人会把外形跟金钱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没有脱，我是在工作，那么就有下一个人，他就会持续的朝向一个非常失控的方向走去。那就是我想提到的是社会的影响力。就今天我这样子一下没问题，那我明天再露一半更加好，我下面就穿比基尼就更好，就会让整个社会去向一个失控的方向。坦白说，不担心吗？我同意。对，现在的趋势已经是这样子了。是。那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拉一拉回来？我能够说的是 natural selection， 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往这个方向去做了，自然而然的他们会被淘汰的，不够漂亮的、不够好看的，他们自然露了1张2张就会被淘汰了。也就根据李学长说的，就是他们可能为了避免淘汰，做出更极端的东西。是，那是他们的选择啊。对啊。但是对社会有影响，虽然说我们 English 有一个叫 domino effect， 对吧？我想说，每一个内容创作者都有他们自己的追随者，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像我这样子的内容，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可能 Jasper 或者 Kelly、辛尼这样子的内容。我们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you only follow who you like，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身为内容创作者替你每一个 follower 都承担起这个我也承认，对不对？这个一定，这没办法。可是当你 post 一个非常性感的照片，可是性感也是它的优雅的一面，我不是说 don't post anything， 快点 the moment 讲重点 the moment 你一路越来越多的时候 ，when do you stop? Because it will definitely encourage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er ones, to think otherwise。那就很麻烦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很难控制。我可以跟你讲，以后啊，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要什么怎么样。可是他出去的时候，他跟他朋友，你很难去控制了这个事情。那个是你的，放在我们的。现在你是用一个觉得他这个是个不好的事情，但是现在也是在网上也是有传 body positivity， 对不对？有很多可能比较微胖的女生，她们敢穿敢露，她们其实可以带那些比较其他微胖的女生，也是觉得，哎，她敢露，我会有自信，我不再讨厌我的身材。我想要反驳的是有两方，她不只是靠外形，因为更重要的是她所带出的内容，她所想表达的，其实是我们要正面的去看待自己的身材，而不是就是靠觉得别人觉得不好，你就觉得是不好。它重要的其实是内容 caption， 它不是只是说啊我这样录 OK 啊自信的表现，不是。它重要的是下面的讯息是说，我觉得微胖的女生也可以很漂亮，也可以很健康，但是不代表说这样子做是 OK， 是很大方的表现，我不觉得是这样子。其实他更想表达的是，支持自己的，就是正面的去看待，对，去接受自己。我觉得是内容，而不是单靠外形。同样这张照片，你可以把它当做 body positivity， 或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很猥亵的一张照片，就是看你怎么想。是你的思想啊，你的想法。 Which brings me back to my point， 我们没有办法替每一个追随者的想法还有思考负起责任。对，是，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可能都是 IG 或是某个社交媒体的用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左右整个的比例。刚刚雨涵提到说，可能要有一个比例嘛，要有一个东西，可能它需要更高的一个部门去处理。但是我觉得在整个社会中，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啦。这里有家长，有些家长可能会跟孩子说，你趁年轻啊，何乐不为，对不对？老天赏饭，爸妈都这么帅，对不对？那可能有些家长会说，孩子，有些东西你可以做。
但是最好不要。我觉得每个人的尺度跟观点都不一样，这也是整个社会会有不同的观点的原因所在。不管今天在哪个立场上，我必须说你们说的都对的，我也完全尊重你们的想法，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跟随你们做一样的人，这也是整个社会它有趣的所在。我们请一凯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啊！耶，欢迎一凯。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大家的观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吧。最终我们大家都赞同的就是多少也要有一点实力，外表容貌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作用，所以我是觉得说，只要大家对得起良心啦，我们今天谈到很多这种社会责任啊、个人的这种尺度啊这些，所以只要我们对得起良心，当然这个法律也是一种考量啦，我们大家就是不要去触犯法律，然后造成给自己一些问题，对吧？我们得问自己的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才是最有价值、最有保障的。然后只要我们定义了，那我们就朝着这方向去，不要有任何的后悔吧。对，说得好，好，谢谢一凯，好厉害，撒花，我最喜欢那句话，不要后悔。谢谢两边阵营的分享，还有我们的特别嘉宾 DJ Sakura， 记得锁定8世界的社交媒体账户以及 Me Watch 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记得一定要留言、分享加订阅哦。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谢谢大家。我其实是赞同他们的，我觉得他们讲的其实也蛮不错的，所以其实我是说，大家不要以太极端的想法去想说，鱼与熊掌只能够选一个。可能林轩吧，队长，他的这个反应的这个能力非常的快，而且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会问一些很扎心的那种问题，所以会让你去很深度的去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一针见血的。10分的话，差不多6分半了。谦虚，我觉得你胜在人品。我胜在谦虚。博士说的话，他的总结就是说，无论如何你做了什么选择，不要后悔。这3句话，不要后悔。